为什么移民的人会后悔呢？咱们就拿加拿大来说啊，它以其非常好的教育体系、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优质的医疗保健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很多新移民的目光。但是呢，许多人在移民之后却发现，现实和他们的幻想之间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最终感到后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加拿大究竟还值不值得去？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石景Sir，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欢迎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各位多多的点赞、评论加转发。每周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也可以和我做1对1的沟通。咱们先说一下大家对加拿大普遍的幻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啊，但凡是西方国家，可能都是美好的。例如去了加拿大就能有高收入，生活安逸稳定，文化包容多元，税收低廉，医疗免费，福利齐全，生活节奏缓慢，风景优美，社会和谐。这么一看呢，加拿大几乎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找不到一点的瑕疵。那孩子呢，可以在这里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茁壮成长；老人可以安心的养老，家庭可以一下子从谷底跃迁到巅峰。那这一切似乎只需要做个移民就可以达成了。大家听了这像不像很多营销号才会说的话呢？我认为啊，一大半移民之后后悔的人都是相信这种说辞的人。这个故事啊，完全就是不可能的啊！你比如说你在北欧，在美国，几乎没有这么一个完美的国家，月亮再好看它也不能当饭吃，还是要低头捡起6便士，好好去做生活呀。因为这个故事的逻辑缺陷在于，如果真的有这么美好的国家，那它需要用什么来支撑好这么完整美好的一个体系呢？一定是钱，是经济，因为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那么这个重要的钱又从哪里来呢？无非是开源节流嘛。再具体一点，就是振兴经济，加大税收力度，哪怕是竭泽而渔，也要把这个故事给它圆上。加拿大、北欧国家就是这么做的，税收很高，所以呢，凭借比较强的税收支撑起这么庞大的福利体系。因此啊，很多人在美化移民故事的时候，都会把金钱这个元素剥离在这个故事之外，这是完全不现实的。移民到西方国家之后啊，第一笔税就能让他们完全清醒起来。所以啊，等到下次你再听有人说，他在国外的收入很高，那么你不妨问一句，你说的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啊？如果是移民加拿大，就会发现整体的收入并不是很高，没有想象中的随便过去就年入100万，整个社会是相对平均的，那种平均是白领跟蓝领的收入水平相当，而不像咱们国内可能只有办公室的白领才会有较高的收入。大概你在加拿大生活个1年半载，基本上就会对那套移民故事给祛魅了。所谓的高福利和免费的医疗其实是有成本的，它是涵盖在你纳的每一分的税里面了。其实呢，这才是移民加拿大的现实。感到后悔的人，其实就是移民幻想的破灭。此后很多年，这种后悔根深蒂固。所以啊，一谈到加拿大移民，第一反应就是千万别去。我用我的人生经历告诉你原因，最后就变成像祥林嫂似的人物了。或许这就是移民办理中最大的一种悲哀吧。怀揣着梦想而来，却沉沦于现实的绝望当中。这时候，如果你再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回来呢？是啊，你既然不满意，为什么不回来呢？我想啊，大概是习惯了这种生活，认清了现实，只是自己蒙上了一层后悔的滤镜，所以啊，过得苦不堪言。其实他们一直都在生活，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心境也跟着迁移了。有不少没移民没出国的人认为别人移民之后都会后悔，大概是基于这个逻辑。家人在国内，移民是件大事，意味着你要放下国内一切生活习惯和人脉资源，还要面对国外的陌生环境、生存压力，现实和幻想破灭。因此很多人移民之后都会后悔。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如果不移民，你的理想和现实就没有差距吗？不移民后生活一定会顺风顺水吗？移民到底后不后悔？其实啊，冷暖自知，只有自己知道，旁人是很难证伪的。实际上啊，我们作为人，令我们感觉到后悔的，其实不是做错的事情，而是没有做过的事儿。当下的我们呢，是基于过去的总和，错误也好，正确也罢，才能构成此刻正在看视频的你。
但是我们的懊悔往往是基于当初非常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会想象存在无数平行宇宙中的自己，他做了哪件事情之后，生活与本宇宙之间的我截然的不同。我正想说的是不要美化没有走过的路。移民过后一定会想着，如果在国内生活会不会更好？其实都未必每一条路都是不平坦的，不论怎么选择都会有坎坷。表面上你是对移民不满意，其实你是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过不上好日子。移民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体验崭新的生活，随后习惯于生活的平淡。在你有能力、有愿望、有资产移民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退缩，我想很多人也都是会后悔的。移民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是你填了表格、拿了签证、飞机落地之后，移民这件事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比如你选择的是留学移民，那么需要读完4年大学，毕业后拿工签，工作几年后申请永居卡，再往后再工作几年申请入籍。移民绝对不是你向上抛一枚硬币马上就能看到结果，而是你要通过日复一日的吃喝住用行、通行工作放假休息，差不多10年之后，你才会最终看见那枚硬币落了下来。但在这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在意它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是作为一名在国内买不起房、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普通人，移民之后可能也是一个买不起房的普通人，只不过彼此过的不同的环境、不一样的生活罢了。在我们看来移民这件事是非常庞大的，但对于移民生活过几年来说，移民后就是每天吃早餐、坐地铁上班，下班后回家吃饭睡觉，没有什么了不起。到现在我想你已经知道为什么移民会后悔了。但如果你问我有什么避免后悔的建议，答案就是衡量所有的条件，评估出你认为最合适的道路，然后放开胆子去做。因为我们当下的选择很有限，能做出的选择也是目前认为最好的一个，那就没必要去做后悔了。还有就千万不要头脑一热跟风去做移民，乃至加杠杆梭哈移民一下，这两个选择往往会让你自己陷入到绝境，而感觉到后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倘若要问移民过去的人移民后不后悔，其实这跟你问对方你吃了10年饭之后后不后悔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你看到这里也依然对移民抱有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让我这个23年的老移民兼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市井为你做个免费的移民和留学的评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说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评论加转发，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在各大平台搜索市井海外。我们下期视频再见。